大家好，我是 PP 杠这边的软件开发，然后现在给大家带来这个视频。这个视频主要是为了让各位开发者能够快速简单的了解到 PP 杠 Trick 版本枪它的一些使用方式。那么出于此目的，我会通过五大块给大家进行讲解。那么第一大块是工作原理，就讲一些 PP 杠枪 Trick PP 杠 Trick 枪的一个定义。然后角度关系是讲解他们在 VR 世界当中他们是如何进行摆放的。按键关系是讲解PP 杠枪和 Trick PP 杠枪和Controller它们之间按键的一个对应关系。模式选择的话是我们内部所推荐的一种选择方式，是让玩家是选择 HTC Vive 原生手柄的模式呢，还是选择 PP 杠模式？你可以通过增加这样的一个界面，让用户去选择它需要适配的一个手柄。代码演示是会演示一些简单的代码，能够让各位开发者能够快速的学会如何在 Unity 这样的引擎里面适配我们这个 PP 杠 Trick 枪。我们看一下右边这张图，然后在枪的上方水平放置的就是 Trick，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 PP 杠枪，它们呢之间是通过 USB 线进行连接的。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 Trick 它是起到定位和捕获 PP 杠枪按键键值的功能。那么定位功能的作用是 HTC Vive 系统获取 Trick 的移动和旋转。捕获功能的作用是 HTC Vive 系统捕获 PP 杠的按键信息。然后在游戏里面，在 VR 世界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枪模型会移动旋转，并且会射击这样的效果了。那么一提到定位功能，那么我们肯定就需要知道 PP 杠枪模型和 Trick 模型，或者说 PP 杠枪模型和 Controller 模型，它们在 VR 世界当中的一个角度关系。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它们之间这样的一些角度关系，我会在 Unity 里面，像 Unity 这样的引擎里面给大家进行讲解。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我不直接在 Unity 里面直接使用Trick 模型呢？为什么要使用 Controller 模型？这是因为 StreamVR Plugin for Unity 它一个版本的一个差异化。如果说你的版本是高于 1.2.0 或大于等于 1.2.0 的时候，在这个插件里面是存在 Trick 模型的。你只要按照现实世界当中 PP 杠枪和 Trick 的摆放，在 VR 世界当中这样摆放就可以了，它们都是水平摆放就可以了。这种难度会低很多，调试起来也非常方便并且直观。如果你的版本是低于 1.2.0 的，那么你可能会遇到一点麻烦了，因为在这个版本之下是没有 Trick 模型的。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已经测量了Trick 和 Controller 它们之间的一个角度差。我们可以通过看右边这张图片，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是存在
25度角的，它们之间存在25度角的。如果说你要去模拟左边的这种角度关系，你右边这个controller的摆放，像如图这样摆放就可以实现左边这种效果。那么讲解完角度关系，我们现在讲解一下按键关系。按键关系基本上通过这3张图片，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到它们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了。假如我按下 PP 杠枪上的一个扣扳机键，就相当于 controller 的扳机键，或者我再按下 PP 杠枪上的一个 N 键，就相当于 controller 它的一个握持键，其他键都是类似的。但值得注意的是，controller 上面的触摸圆盘它的功能有2大块，一大块是它的一个触摸，另一块是按下。那么 PP 杠枪也针对这2大功能进行了一个处理。如果想要模拟 controller 上面触摸圆盘的触摸功能，直接使用摇杆就可以了。如果说要模拟触摸圆盘的按下功能，你需要 F 这个图案所指示的这个键，并且加上摇杆进行配合，按住 F 图案所指定的这个键名为锁定键，按住不动，按住不松，并且摇动摇杆，就可以模拟出，就可以实现触摸圆盘按下去的功能。模式选择的话，是我们 PP 杠内部的一个推荐方案。你可以设计一个这样的界面，然后让用户去选择是 HTC Vive 原生的模式呢，还是 PP 杠模式。这样的话，在用户没有PP 杠手柄的情况下，可以照样的玩游戏，增加游戏的体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会通过一小段代码，在 Unity 里面通过一小段代码，向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快速的在游戏里面实现 PP 杠 Trigger 的适配。我们打开 Unity， 我们这边所使用的 Unity 版本是 5.3.5， 然后是群 VR Plugin 所使用的版本是 1.2.1。我们在场景里面拖入一个名为 Camera Ready 这样的一个 prefab 预制体。然后在这个 Control Right 下面添加一个球体，把它的尺寸都设置为 0.1 0.1 0.1， 然后重点是把这个 model 它上面这个脚本，把它的 model all read 改成这个，一定要使用这个类型。然后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现在我这边只是连接了 Trigger， 我们发现我在动这个 Trigger 的时候，上面这个球也会发生移动。然后但是如果我此时打开一个 controller 手柄的话，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好，此时我现在动的是controller手柄，
然后发现这个球也会移动。那如果我这时候动那个 trigger 的话，发现这个球不会再动了，那就说明，如果我此时打开 trigger 打开孔雀的手柄的话， trigger 会被孔雀的手柄所代替。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做，还是现在这个工程。我们在那个 Camera Rig 这样的一个 Game Object 上面，先把之前的这个 Switch VR Controller Manager 这样的一个脚本先删除掉，然后添加我们这个脚本 MyStream VR Controller Manager 这个脚本，然后在这个 Camera Rig 上面，我们创建一个名为 Trick 的一个 Game Object。然后就在上面添加 Switch VR Trick Object 这样的一个脚本，然后在 Trick 下面添加一个 Model， 在这个 Model 上面添加一个这样的一个脚本。然后这个 Model of Read 我们要选择这个 External Controllers 这样的一个类型，一定要选择这个类型。然后我们在 Trigger 下面添加一个Cuba， 把那个比例缩放一下，缩放成 0.1 倍。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实现的需求是这样的，Trigger， 我们在外界动 Trigger 的时候，上面的这个VR 世界里面，这个 Cube 会发生移动。如果后面我们再次打开一个新的 Controller 手柄的时候，只会动这个球体。我们现在是要实现这样的一个需求，实现 Trigger 跟 Controller 共存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回到 Camera Rig 这样的一个 Game Object 下面，然后我们把那个 MyStream VR Controller Manager 这里面投入一些 Game Object， 把左控制器右控制全部拖进去，然后这里增加一个元素，把这个 Trigger 拖进去。OK，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现在的话，我这边只是打开了 Trigger， Controller现在是关闭状态。我们移动 Trigger 的时候，VR 世界当中的这个 Cube 它是会发生移动跟旋转的。那么此时我再打开 Controller 手柄。也发现我们动这个孔雀的手柄里面的球也是会发生移动的，并且 VR 世界当中它这个 Cube 也没有消失，也会发生移动。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孔雀的跟 Trigger 它们之间的一个共存问题。此时我在关闭孔雀了。并没有影响到 Trigger。以上就是本视频的所有内容，谢谢观看。